在游戏行业吃政治正确这碗饭的 SweetBaby 这家公司，它的寿命还有多久？又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它的命运？今儿咱们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这期节目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之前总用读新闻做开场语，那今天这个话题读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了。我想分析一下 SweetBaby 的前途，结果看来看去像在看一部悬疑电影，一步步走进了迷雾。所以这期视频严格来说就不是读新闻了，而更多的是分享一些见解。至于结论如何，我们兼听则明。那同时就像过去几期一样，这期视频也有一本灵感书作为基底，是简白耶的《金钱暗流》，后面会引用到。那话归正题为什么我想到了有关 SweetBaby 命运的这个选题？坦白讲，我是先看到了特朗普遇刺，共和党胜选的概率变大，而刚好这个节骨眼上，微软又砍掉了他的一个 DI 团队所谓 DI 也就是倡导多元化、平等性、包容性的这么一个概念，在这里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企业内部的一个促进政治正确的部门。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是不是说明美国要往右转了？共和党上台，美国会变得更加保守，而原本由民主党推动的这些偏左的政策可能会被暂缓、搁置，甚至会叫停。这其中就包括 DEI 这个概念。我们的主角 SweetBaby 显然也处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那他的生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保守主义的特朗普，人家不给你玩什么多元、包容、平等，没什么平等不平等，丛林社会，一切都是竞争的结果。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你之前所仰仗的那些政治正确的生意是否会受到影响呢？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事实支撑的论点可是这个问题没有看上去这么简单，甚至有点太复杂了。那它背后藏了哪些秘密，咱得一点一点说。其实关于这家公司的性质我们可以先给它一个定义，它是一家带有 DI 属性的主营叙事咨询业务的公司。经过过去这半年多来的激烈争论，这家公司为什么让人讨厌就不必多介绍了，你只需要知道是它直比了很多作品中那些生硬的政治正确元素。但是对于部分观众来说这里可能也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盈利模式。因为提到这家公司招揽生意的方式，现在舆论中有这么一种认识，叫敲诈勒索。你这个游戏为什么没黑人得加个变性人女角色不能那么漂亮，否则你就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搞不平等，那我们就要掀起一番波澜，让你身败名裂。这个说法不是无稽之谈，因为 SweetBaby 这家公司的 CEO 曾经就这样介绍过自己的业务，他亲口说给厂商提建议，对方不听的话，他会恐吓、吓唬，警告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后果。因此后来发生的黑神话悟空被勒索700万美元的事儿才会走到舆论风暴的中心但是坦白讲SweetBaby 管游戏科学要700万美元保护费，这个事儿是假的。他最开始在微博上传，后来出口转内销了，始终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我们看消息的源头其实也不像是爆料，更像是魔法对轰。许你们老造牌造4567黑我们，我造4个2环回去，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如果按照刚才这位 SweetBaby 的 CEO 他自己的说法，那么勒索700万美元这件事儿虽然是假的，它的逻辑却成立。你自己都说了会吓唬厂商嘛，因而产生保护费，说得过去，是合理的。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干过类似的事儿，还是说他们的生意就仰仗于此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和我们要聊的主题，也就是 SweetBaby 这家公司的命运相关，这涉及到它的盈利模式可是说到这儿的话，也有一些分歧。如果敲诈勒索是 SweetBaby 赖以为生的手段，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难解的结以 SweetBaby 的体量，它能唬得住那些客户吗？打开它官网的客户列表，你看这里的阵容索尼、微软何许人也Take-Two 和华纳兄弟何许人也 EA 何许人也，育碧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 SweetBaby 的创始人就是从育碧出来的嘛，对吧？娘家人这个不好说。但抛开它不论这些行业里的翘楚大佬、头部企业，是 SweetBaby 这家来自加拿大的不到20人的小作坊能拿捏的吗？所以前面的那个敲诈勒索的逻辑，某种程度上就说不通了。狐狸吓不住狮子老虎，应该还有另一种解释，一种能厘清这些 DI 工作室和那些大公司之间关系的解释。那么这种解释有没有现成的呢？有，它一直都在。之前这个 Kotaku 这家媒体针对 SweetBaby 的争议发过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本身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不值得深究，但里面至少有一段内容值得看，也就是 Sweetbaby 的员工在描述他们的工作内容。那就像前面说的那样，这家公司本质上的业务是叙事咨询，他们的工作是在客户完成剧本之后才开始的，为剧本中的角色和情节进行润色，提供建议或者修改，也就等同于好莱坞的那种剧本大夫。而关键在于这一类工作的需求是游戏公司主动提出来的，换句话说，不是 Sweetbaby 揪着 DEI 的话题主动向这些公司发难，而是这些公司本身就有 DEI 的需求，是他们先决定了剧本里要加入黑人、加入变性者、加入政治正确的元素，才找到类似 Sweetbaby 这样的第三方公司帮他们来润色。那顺带一提啊，Sweetbaby 这样的公司可不止一家两家，这也间接说明他们没有理由把反 DEI 的负面影响当成敛财的手段，又不是只有你一家干活，我找别人不行吗？所以那 CEO 他在 GTC 上当着那么多人面的发言是吹牛啊，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啊，你 Sweetbaby 算什么？一块抹布呀，还吓唬人家。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问题，今天舆论的火力集中在 Sweetbaby 的身上，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他，而在于躲在他背后的这些游戏公司为什么有 DEI 的需求。有了前面的铺垫，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为这些游戏公司在政治方面有投机的倾向，尤其是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政治正确的议题被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再加上民主党执政，让 DEI 成为了潮流，成为了掉在这些企业眼前的胡萝卜。所以企业为了抓住这样的潮流，才会主动做出改变，在作品中添加符合 DEI 概念的要素，这是一种说法，也就是企业跟着政策走嘛。然而这样的说法多少也有些理想化，因为一家企业不管你怎么追随潮流，怎么迎合政治，也很难说因此而直接获利，除非你生来就有这样的基因，否则作为企业要考虑的事儿是比较实际的呀。我搞这些东西不能说是为了搞而搞，而是要以某种途径通过它来让我有所收益才行。那我现在搞了这些魔怔的东西，为了它去修改剧本，影响了作品的质量，玩家骂声一片，我的收益何在啊？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搞了政治正确，所以我能吸引到更多弱势群体，这是一个良性结果，但这个结果能不能从数据上验证还未可知啊。而更重要的是，当如此多的企业都在追求这同一件事的时候，那问题的关键就不在这儿，在哪儿呢？恐怕还是那个字，钱。其实早在半年前啊，Sweetbaby 的争议浮出水面的时候，一些业内人士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游戏公司去追 DEI 的潮流，哪怕最后呈现出的作品那么尴尬，那么不自然，那么不招人待见，也仍然要去做。他们当时给出了一个说法，把马斯克这个如今的保守主义斗士都吸引过来点赞了。这个说法就是争取 ESG 基金。那么这里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 ESG 是什么东西啊？坦白讲，我不是玩金融的啊，也无意掺和这档子事儿，所以我就以我的见闻，用简单的话试着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ESG 啊，从表面上看是环境、社会、治理这3个词的组合，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替代传统思维的投资理念。以往我们讲投资是看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我给你钱是希望你能把利润做到最大化，成为那个切蛋糕的人，切得越多越好。但 ESG 的理念不太一样， ESG 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得不到最大的利润，而是要把眼光放长远。换句话说，我投资你啊，不只看你眼下能挣多少钱，也要看你能不能持久地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成为那个做蛋糕的人。那我们这里转回游戏公司的视角，现在我要去开发一款 3A 游戏了，我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这个钱往往不是，或者说最好别是我自己出，那样的话成本和风险太大。也就是说，我为了花巨额费用去开发一款游戏是有必要拉投资的，而这个时候相对宽松的 ESG 基金就成为了非常好的选择。好，那我们把视角再转回去，这些 ESG 基金为什么要投你啊？我们前面提到了 ESG 不仅仅看你眼下的盈利能力如何，而是要评估你有没有肩负起社会责任，有没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能不能影响到人们的观念。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迎合政治正确的行为啊，也是这个评估体系中的一个指标。
你的项目里有这些东西，才能在我这儿拿一个高分，表面意义上的高分啊，我才更愿意把钱投给你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游戏里看到的那些政治正确的元素，很可能也不是厂商出于本意加进去的，而是为了在 ESG 投资的这个评估体系里得到更高的分数，而需要具备的一种资质。投过标的朋友知道啊，投标的时候往往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分数体系。你的资质，这个证书那个证书 ISO 几000几越全，你的分数越高，招标方越有可能选择你。而 DEI 也就是政治正确，是 ESG 基金这个招标方所需要的资质之一。为了尽可能拿到他们的投资，我们这些游戏公司有必要在作品中加入相应的元素。那为什么说这个观点相对于游戏公司自发贴靠 DEI 的观点更可信呢？因为它同时解释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游戏中的政治正确的元素那么的生硬，那么的不自然，那么的糟糕？因为这些厂商自己也不懂啊，他只知道我有这个东西才能拿到投资，至于怎么有，他拿不准。于是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 Sweetbaby 这样的第三方公司来帮忙润色，使得他们呈现出的东西更加符合规范。这种说法啊，不仅塑造了游戏公司和 DI 咨询公司之间的关系，也为游戏公司和投资公司之间塑造了一种新的关系。从根本上讲，也不是游戏公司想要寻求 DI， 而是投资公司在背后催动着这些变化，引诱着这些游戏公司去主动做出改变。可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些投资公司为什么能牵上这根线？怎么就总能得逞呢？这个问题啊，油管博主 Upper Echelon 做了非常好的资料整理。他说答案很简单啊，翻开这些公司的股东列表你就明白了。比如微软，微软的大股东是谁？先锋领航，贝莱德。Take-Two 的大股东是谁？先锋领航，贝莱德。EA 先锋领航，贝莱德。华纳兄弟先锋领航，贝莱德。类如种种啊，这么多公司背后的推手都是先锋领航和贝莱德。而先锋领航和贝莱德又是谁呢？他们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第一梯队的投资公司，也是 ESG 的拥护者。这就说得通了呀，你的大股东是 ESG 的拥护者，你自然要往他们身边贴靠。所以如果我们说所有这些政治正确的行为动机的背后是钱在催动，那么催动钱的正是这些投资公司。好了，到此为止啊，我们可能是接近了真相的漩涡，但是一不小心也会掉进去。因为我们还想搞清楚另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些投资公司的 ESG 基金要把政治正确作为一个评估指标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一定有一些底层逻辑和利益链在支撑着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问题恐怕没法说清楚，因为它的答案也不是固定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客做鬼，为了接纳移民，为了拿选票。那还有人说啊，是为了搞社会实验，培养种族主义，转移矛盾等等。Reddit 上还有一个人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这些资本显然是通过支持 DEI 活动的方式，对不同的人群做到了分而治之，继而削弱了自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掀起了一系列反抗资本主义的浪潮。当初不论身份，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然而现在这样的声音何在啊？联盟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互相之间的斗争，同性恋斗异性恋，黑人斗白人，男权斗女权。原本那个统一的呼声，在长年累月的矛盾的挑动下消失了。这个思路有点了不得啊！当然无论如何啊，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也好，阴谋论也好，其实从一个特定的逻辑来看都能成立。这个逻辑就是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超我们的想象。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把前面提到的《金钱暗流》这本书搬上来了。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一句话概括：钱就是万能的。它不仅可以用来修桥造路，用来打仗扩张市场，也可以用来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其实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啊，是讲共和党背后的金主科赫兄弟和他们的一众富豪盟友，怎么通过一系列资金的运作，使得他们所信仰的自由至上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主流认识。但看完其中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些超级富豪所做的事儿，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ESG 基金和大型投资公司的作为有异曲同工之处。就起初你并不明白他们在干什么。所谓金钱暗流啊，
他们花出去的钱不是用于我们看到的那些带有明确目的的交易，而是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地表之下缓缓流动。他们的钱不是用于商业买卖，而是在打一场思想战争。这书里的原话。你看科赫兄弟和他们的盟友啊，在60年代察觉到了左翼进步思潮的涌起，发现它会对自己的长远利益造成影响，于是制定了一套战略，试图暗中改变美国的政治态势。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按书中的描述啊，为了抵抗左派进步主义的崛起，他们的策略是以慈善基金的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去资助知识分子、智库和公民团体，尤其是知识分子，那些常春藤名校里的教授和学者，帮助那些本身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人扩大其影响力，继而培养出反知识阶层的知识阶层。我们说一个保守派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大概率还是保守派吧。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一代一代累积下来，就会为社会输出大量的自己人。按始作俑者的话说，这些人在他们那儿叫藏酒。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在增值，而这个过程动辄数十年，经历几代人啊。但可是说到这儿的话，也应该产生一个疑问。我们说科赫兄弟和他们的盟友煞费苦心的去经营这样的事儿，那他们有没有制定一个获取回报的时间表呢？就像我们今天看这些 ESG 基金去投什么所谓政治正确的项目，他们投这些东西就真的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吗？或者说什么时候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你作为投资人心里得有数啊，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张准确的时间表？恐怕是没有的，因为这很难去证明。但是啊，这本书里却有一句话道破了玄机。这个科赫兄弟身边的一位军师啊，他说我们现在暗戳戳的搞这些什么思想斗争的东西，显然一时是看不到结果的。然而少数强大的批评声音到了某一刻的时候，会使整个意识形态的纸牌屋坍塌。某一刻是什么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只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只要持续不断的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影响，量变就会产生质变。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在想啊，这个美国这么多年来玩的所谓颜色革命，恐怕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吧。而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潜移默化，都是有暗钱在背后催动。那我们看到科赫兄弟的势力经过这么多年的经营，最终收获了特朗普政权和有利于他们的保守主义政策。那我们再把视线找回来，既然大家都在玩暗钱的话，今天这些游戏公司背后的 ESG 基金，他们的涌动是不是也有促成某一刻到来的含义啊？尤其是游戏行业有它的特殊性啊，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行业，是在青少年群体里影响最广泛的行业。只要我持续不断的投入，施加我的影响，未来一定会出现我想看到的局面。这是对他们运作这些金流动机的一种揣测。可是话又说回来啊，这种宏观的布局，这种暗中的较量，和随贝比这样的小鱼又有什么关系呢？按照前面这些论述，是 ESG 基金催动政治正确在游戏行业里的扩张，那么随贝比实际上只是这个链条里的一个副产品，或者说是一个工具、笔杆子。这样一个身份本来是安逸的呀，我蹲在桌子边上跟着喝汤就行了。可是今天的情境却并非如此，至少出现了2个对他们非常不利的情况。其一是他们被推到了前台，推到了舞台中央，是谁推的还是他们自己作的，现在还不好说。反正聚光灯打在你身上了，而且你没法逃脱，没法公关，转移不出去，你已经成为了游戏行业里政治正确靶标。那其二是我们看到 ESG 投资它本身的布局好像也有松动的迹象，不管是因为共和党要上台也好，还是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较量也罢，又或者是绩效方面的考虑，这些投资公司似乎也在寻求 ESG 之外的新的方向。可是钱本身是有数的呀，你别的地方多投一点，这边就少投一点。那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影响下，再叠加前面那个因素，可以说眼下的情况对随贝比来说是非常糟糕的，甚至未来有灭顶之灾啊！而且灭了你的恐怕不是玩家们的抵制声浪，而是你这摊生意背后的老板啊！人家要转弯了，要低头走路了，不再需要你这块惹眼的招牌，那么你又该何去何从呢？当然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得说，果真随贝比未来被干掉了，它所代表的政治正确的这股趋势是不会消失的。
它只会变弱，进入低谷，变得更加隐蔽，换个马甲，但不会离开我们的视线。因为对于资本来说，它起码可以用来去制造话题，制造焦点，用来搅浑水，劫持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换句话说，它是有用的，而且未来一定还会再用到。因此，这场游戏玩家与政治正确潮流之间的斗争，肯定不会以 Sweetbaby 这样的公司退场而收尾，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暗流涌动。那在这期视频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再思考一下：在游戏行业这些政治正确风波涌起翻滚的过程中，谁才是真正受害的一方？是游戏公司还是游戏玩家呢？我认为都不是。真正受害的一方，恰恰是被所谓政治正确庇护的那些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但我们最终意识到这一切背后都是钱，都是生意。那么关心他们的人又在哪儿？那些被案钱催动的人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们脑袋里有没有这些人的位置？今天少数群体的舆论环境变得如此糟糕，这些人又该不该负责呢？所以游戏行业的这些所谓政治正确风暴到头来害的恐怕是那些被强行拉上战场的人，因为这些人只是另一些人实现某种长远目的的工具罢了。